中美两国有个大事儿，官宣了，海克塞斯和董军之间搞了一个军对军热线。有人说这个能够降低两军在东海擦枪走火的风险，你信吗？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号，周末开始我们今天的环球要闻。第一件事是中美两国终于又搞了一个国防部长之间的热线。以前搞过但是后来老习上来以后掐了，现在双方又恢复了。这个时候有人就讲，两国在东海之间基本上不会再擦枪走火了。那问题是你信吗？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这种国防部长之间的热线到底有啥用，还纯粹就是一个摆设。实际上它对于防止擦枪走火还真的有用，但关键你得看对方能不能说了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2018年的2月份美国的康菲石油它在叙利亚的基地发现不对劲儿了，因为负责守卫这个石油公司的是美军海军陆战队，他们就发现有500-600个说俄语的人正在向这个基地进发，有可能要夺取这个美军守护的美国企业基地。那个时候赶紧上报美国的国防部长，直接给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那时候还是绍伊古呢，打电话，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的人要夺取我的基地？绍伊古他心里清楚，但是他就说这儿没有我们的军事人员，那说俄语跟我们没关系。他心里很清楚那个说俄语的虽然不是正规军，但是他是瓦格纳雇佣军，也是这个普京的门生之一，就是普里戈金领导的部队。那美军一听说你官方国防部长都承认没有这个军事人员了，那我们就放开打。那次是一个单方面的屠杀，以前的节目我聊过，非常精彩你有兴趣可以翻去看。也就是讲，如果两方的国防部长都说了算，确实能够防止擦枪走火。至少最近我看到一些美军发出来的视频，这个视频它就有点那个告状的意思了，就是他们近距离的和中方的军警船只进行了近距离的摩擦，虽然没碰上，但是这个就差那么几米距离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认为台湾是自己的一部分，而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呢，它有协防台湾的法律义务也可以给台湾卖防御性武器。所以说双方两军围绕着台湾在东海上时常有这种对峙，军机之间的对峙，或者是舰船之间近距离的接触。我说的不是航母之间是一般的巡逻舰船之间。这个热线确实能够起到降温的作用，但第二个方面才是关键，那就是接电话的国防部长，你是否真的说了算，是否真的能指挥得了前线部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美国国防部长现在叫海克塞斯，虽然说是正排级的部长但是他可以通过指挥链指挥在东海公海行驶的美军，这个指挥链是畅通的，这是美国的法律规定的。总统三军总司令下边就是国防部长，中间没有层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只是一个参谋机构，他不负责具体指挥，具体下边指挥的是这个特种部队或者是各兵种的司令部。而中国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军队它是军委主席负责制，你副主席呢只是协助工作的，你不能单纯的下命令。如果这个命令没有军委主席，就是现在老习的签字底下人是根本不敢执行，执行了有一天你会被全家处理的那虽然不至于满门抄斩，基本上这官算是丢了，还得要吃官司。
另外啊，中国的国防部长，尤其是现在的董军，他更多的是一个军事外交的角色。因为大家知道，国防部啊，在中国啊是有什么样的总书记啊，他就有什么样的国防部。按照以前，国防部长通常啊，他要身兼2个职务，一个是国务委员，就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第二个呢是中央军委委员，像有的呢直接就是军委副主席，比方说迟浩田，他是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那个是有实权的军委副主席啊。包括后来的梁光烈也基本上能做到这个级别。但是老习上来以后啊，他对于国防部长的级别啊，他慢慢的是在降低。你比如说现在董军啊，他只是一个礼仪上的国防部长，他在国务院里边不是国务委员。我们讲的这个副总理呢，有那么3、4个，国务委员呢至少有2个，一个是公安部部长，他是兼国务委员，第二个是国防部长。但是到了董军这儿呢，他就是部长，国务院里边没他的位置，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没他的位置啊，只有说国防部的时候也许能参加一下。那第二个，现在的中央军委是一个指挥核心啊，只有4个人了，老习下边2个副主席，再就是总参谋长，真正能够指挥前线啊，比如说舰队司令的，那就只能是这4个人之一了。那还得有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命令。你看，董军虽然说作为正部长级的国防部部长，他根本指挥不了一兵一卒。那我不清楚这个美军方面是否能够理解。当然了，你没办法，你不可能直接和军委主席建立一个热线，你副主席也不现实啊。所以说啊，这个热线可能对于中美2国之间象征意义可能会大于实际意义。核心就是董军根本无法指挥任何的一兵一卒，它是一个军事外交的存在。好，我们再说第2件事儿，也是一个大事儿。中国海南省有一个叫琼中黎族自治县啊，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警察开枪镇压民众。那我看有人讲啊，海南啊造反了啊，可能要发起一场暴动。我感觉呢，这个不应该叫暴动，而更应该叫做维权。虽然说海外自媒体啊喜欢把一个火星呢给它夸成一团火，我认为呢还是要尊重事实，这样你才能提高自己的那个公信力。我看了中国媒体包括外媒的综合报道啊，这个事儿我大概给大家理一下。这个事儿啊还是发生在北京时间的10月31号，当地的农民啊直接就把一家国企啊围了以后啊就开始讨说法，而且把砍掉的那些槟榔树啊直接扔到这个大楼里，把门都堵了。那当地这家国企也不是善茬啊，毕竟是当地的上市公司，纳税大户，所以就赶紧打110报警。警察来了以后啊没摁住，因为村民是越来越多。村民很清楚啊，你如果说砍了我的植物，你又不给我赔偿啊，你这不欺负我吗？警察觉得你这是要搞事情，所以啊当时就砰砰砰就向天啊就开始鸣枪示警了，人倒是没打着。这农民啊就发现你警察虽然有枪，人不多啊，就开始把警车给掀翻了，就这么个事儿。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事儿能搞到这儿呢？还是因为利益本质上它是一次维权。一些农民在荒地上啊，他种了自己的经济作物，就是槟榔。南方人有人喜欢嚼那个东西。种完了以后啊，那地它毕竟它不是农民的，那是撂荒的土地。实际上这个土地已经被卖给了一家当地国企上市公司。国企拿着这合同啊，就开始要清理上面的植物。但问题是，按照中国法律，荒地上只要农民种了东西，
他就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虽然地不是你的，但座是你的，钱你可以照拿。据当地说呀，2月份双方达成了协议，这钱呢也发下去了。我来推测一下啊，可能是这个钱呢到了村委会这个级别，或者说到了这个乡里啊，卡住了，根本就没落到农民手里。第3件事啊，老习啊在那个 APEC 会议上压了半天的火，今天是终于爆发了。你说他跟谁呀？老习的目标还不是新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吗？因为在 APEC 期间，高市给他谈了有半小时啊，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没给老习啊留面子，聊的都是中方的基点。比方说，他就提到了日本公民在中国期间受到了攻击，有的人以间谍罪被起诉，你应该切实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这就有点批评意思了吧。第二，又提到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不符合世贸精神，这也算是谴责之一吧。他又提到了中国在南海和菲律宾之间的问题啊，你这欺负小孩吧，欺负邻居吧。又提到了就是中国的船只围绕着钓鱼岛巡逻啊，这也是领土纠纷嘛。除了这几个让老习相当不爽的事儿啊，还没完呢。他又提到了中方应该放宽对日本的牛肉和水产品的限制，就是你不要再限制我的没问题，你敞开进口吧。这也算是施压之一了嘛。另外还谈到了香港和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这你看啊，从头到尾，这个铁娘子啊对老习是没客气，你最不喜欢听的话，我就是要提。从这一点上，我感觉这个铁娘子啊，还是不是这个浪得虚名哈。尽管是第一次见面，火力仍然是全开。老习在会上，他肯定没法发了个脾气，因为你不是主场，这是在韩国，你也是客人啊，这不是你自己家。但回到国内呀，这火就发出来了。今天呢，中国的外交部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也算是火力全开，算怼回去了。我跟你讲，用的几个词儿啊，第一个叫性质恶劣，第二个叫坚决反对，第三个是严正交涉，第四个叫强烈抗议。终于把这火发出来了。他抗议的是什么事儿呢？是高市早苗会见了台湾 APEC 的领袖代表团林信义。在这儿我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人物啊，不仅仅是台湾的总统府资政，他还是前行政院副院长，就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还担任过经济部长。另外我想说的是，中国确实是选择性的抗议了，因为这个林代表啊，他在这次 APEC 期间代表台湾，他和若干个领袖啊都见了面，也都拍了照，也都有宣传啊。但你中共为啥不一起抗议呢？这不就是选择性的执法吗？比方说，他在这次会议期间见到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双方进行了将近40分钟的会谈，中共没抗议吧？第二，他也见了新加坡的总理叫黄循财，双方呢谈了一些经贸合作的事儿，中共也没抗议。第三个呢，他和这个东道主就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也进行了会晤，也没抗议。这就说明什么呀？根本不是因为高市早苗见了这个部长，而是啊，在那次和40分钟老习谈话当中啊，受委屈了。你说以他的这个性格能忍下来吗？所以说中日关系接下来啊不可能平坦。一个铁娘子啊，一个200斤走10里山路不换肩，就那么犟的人，你说哪能搞好呢？是吧？好在呢，双方的经贸关系啊，双方之间
是有自己的不可替代性的，也差不到哪里去。因为中国有稀土能卡日本的脖子，而日本呢也有一样东西是照样能卡中国的脖子，就是制作高端芯片的光刻胶。这个其他国家包括台湾它自己都没有，日本算独一份，它有不可替代性，也就是相当于这个稀土。既然说双方手里都有底牌，中国的芯片也得需要人家日本的这个光刻胶，所以说双方不爽归不爽，不至于撕破脸。第4件事和咱们每个人的钱包就相关了。东北亚的5国实际上是5+1可能要进入一场不可逆转的核潜艇军备竞赛。在这次 APEC 上，韩国算是大赢家之一。第一个呢是美国的税降到了15%，第二它终于可以在美国建造梦寐以求的战略核潜艇了。韩国以前没有，现在日本也没有。那为什么说在东北亚会形成新的军事竞争呢？因为这个东西它太重要了。这战核潜艇为什么这么重要？它真的能打破地区的战略平衡吗？它真的能。这个东西它和航母的价值呢，实际上是不相上下。你在造价上也能看出来，一艘好的战略核潜艇，它也不亚于一艘这个航空母舰。但是现在的价码一个战略核潜艇的费用在40亿到50亿美金之间，这仅仅是造价成本，每年的维护成本呢也得5亿美金。一般穷国你想干你也干不起。现在不超过5个国家拥有核潜艇，那这个东西花这么多钱，它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作用吗？还真有。首先它能够半年不上浮，一直在海底神出鬼没，你也不知道它陷在哪里。你看，这个是相对于现在大多数的柴油和电能的潜艇，因为你油用光了，你得浮上来加油而核潜艇它可以50年不上来，那为啥半年上来一次？是因为人他得吃饭，而并不是核潜艇的问题。但是第二个因素更加重要，就是这个潜艇它速度是这个柴油机的数倍，就跟那海里的那个鲨鱼似的，跑得特别快，你很难探测到它，无论是攻击还是逃离，它都很快。第3个也是相当重要，那就是它通常都能搭载更多的战略武器，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核弹。正是因为这3个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它一艘的成本就接近50亿美金。你看有的航母也就100亿美金吧，2潜艇也就是1个航母的钱。那你说韩国有了这个以后，为什么在东北亚形成军备竞赛呢？这个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切身利益。中俄朝韩日再加上台湾，实际上是6方。中俄有，现在呢朝鲜据说也在建造，你剩下就是日本、韩国和台湾了。我相信这3个地方接下来它一定会跟上的。不然的话，人家神出鬼没就在你海岸ฝั่边上，如果密集的发射这个核弹，这个有灭国的风险。第5件事呢，也是一个全球的热议的大事，那就是川普是否在可能进行双线作战。今天早上他发了一个帖子说，他呢是威胁非洲的一个小国叫尼日利亚，不允许再迫害当地的基督徒了如果你再不知收敛，我们就可能要毫不留情的对你进行军事打击。他发完了以后海克塞斯国防部长也回了一下就是好的，
长官。这就说明啊，确实他动了这个军事入侵的这种想法了。那有没有可能是双线作战呢？因为现在已经有几千人在加勒比海要准备打这个委内瑞拉了，我感觉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川普向来是首先在声望上，或者说在这个语言上进行恫吓，真正动武啊不容易。因为尼日利亚这个国家呢，它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它是个人口大国，有2亿多人呢，它能排到这个全球前20，而且呢，其中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穆斯林，你说一下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但川普总统和海克塞斯国防部长这一唱一和，本身就是一种军事威慑。我相信对于当地基督徒的待遇得到改善啊，是一个帮助，这儿确实是一个好事儿，值得鼓励哈。好，这5件事儿和各位分享结束了，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观点。明天啊，我想聊另外一件事，那就是美国未来有2个万亿级的产业，一个是飞行汽车，一个是人形机器人。有一个人呢，这2个行业他都踏进去了，而且最新他说要在今年年底上市他的飞行汽车，他是谁呢？您敬请留意，并且打开小铃铛，咱们明天好好聊，再见。